我是在医院里见到我的亲生父母的，彼时我大腿和手臂上全是烟头烫出来的疤痕，一边脸高高肿起，脑袋昏昏沉沉。这并非我第一次进医院了，这3年高中生涯，我进了无数次医院，比这次情况更严重的都有。这一切都是拜陆科所赐。陆科是出了名的有钱人，上下学都有司机开着迈巴赫接送，一身衣服动辄上10万，每次过生日还会宴请全班同学去5星级酒店庆祝。这样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却一直对我耿耿于怀。似乎是从高一期中考试，我第1名，她第2名开始的吧？亦或者是我没有参加她的16岁生日宴？还是说我并不喜欢像其他人一样对她阿谀奉承？有钱的公主总是这么跋扈乖张啊！我已经习惯了，或者说麻木了。所以当医生告诉我父母来看我了，我都没啥反应。我父母并不爱我，从小到大都把我当工具使唤，他们来看我，应该是又想劝我高考报考免费的师范学院，哪怕我能考中本。见到父母的那一刻，我有点疑惑，他们是谁？显然不是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。他们衣着华贵，从头发丝到鞋子都透露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，像是电视里的明星。你叫周招娣，是周荣夫妇买来的。不怒自威的男人声音有点发抖，他紧紧盯着我。我没有回答，心脏却抽搐了一下。是的，我是买来的，所以我从小遭受了无数的嘲笑和白眼，到了高中还被老同学透露了出去，导致陆科每次霸凌我都会用这件事来羞辱我。哇，我们是你亲生父母，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，你不叫周招娣，你叫露西。优雅的妇女忽地声泪俱下，让中年男人不要问了。中年男人也流了泪，用力地拍自己的脑袋，满脸都是心疼。我叫露西，我的亲生父母就在眼前。由于身体还很疼，我脑子有点没转过弯来，只是愣愣地躺着。希儿，是我们不好，让你走失了。现在爸妈找到你了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吃一点苦。妇女扑到我身边，用力抓着我的手，她的手真暖，让我麻木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。露西，告诉爸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明早就去你学校。男人冷峻霸道，发红的眼睛里都是愤怒。我习惯性地移开了目光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我每次告了陆科的状，他都会安然无恙，我反而会遭到更可怕的欺凌。比如这一次，我被陆科摁在厕所里舔地板，班主任突然进来了，我真的没有告状，是班主任自己进来的。但陆科怒了，他放学叫来了他的哥哥，两人又纠集了一群流氓，在校外把我堵在巷子里，用烟头烫，还将我的脸抽肿了。想到这个，我开始发抖。陆科阴冷的笑和他哥哥不可一世的脸重合了。小贱人，再敢让我妹妹生气，我弄死你！陆科的哥哥是那么的宠溺陆科，他将脚踩在我的头上，逼我舔泥土，逗得陆科哈哈笑。我抱着头颤抖，嘴里发出急促的喘息声，太痛苦了。希儿，你怎么了？我的亲生母亲吓坏了，一边哭一边将我搂住。我的亲生父亲蹲下来温柔安慰，女儿，不要怕，以后爸爸给你做主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在医院里躺了2天，能吃能动了。父母每天都在，只有父亲偶尔离开一下。我渐渐习惯了他们的存在，心灵一点一点地放开。这是我的父母啊。希儿，来吃这个，很甜的。我妈坐在病床前，端着一盒精美的点心。我不争气地吞了吞口水，又不好意思吃。我妈看得心疼，喂我吃。我吃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果然好甜呀。我记得当初陆科也给过我点心，只是他丢在厕所里，让我叼出来吃。突然有点反胃了，我忙低下了头，不想吃了。我妈看得心疼，轻轻拍我后背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希儿，又不舒服了吗？到底是谁欺负你？她现在才敢再问。我习惯性摇头，不敢举报陆科。你不要怕，你爸派人去查了，就是把你学校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找出是谁欺负你。我妈冷冽了起来。话音一落，病房门被推开，我爸拽着一个女生走了进来。那女生还不满地嚷嚷：爸，你干啥呀？我没欺负别人，老师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如遭雷击，全身瑟瑟发抖，手脚几乎要痉挛了。那是陆科呀，扎着马尾的，青春洋溢的陆科。闭嘴！我爸全身散发着冷气，他怒到了极点，显然已经打听清楚了情况。我妈一脸疑惑：老陆，你把科科拉过来干什么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妈，你也在呀，爸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是3好学生。陆科说着，忽地哑巴了，因为看见了我。我低下头一动不敢动，常年来的气压令我难以呼吸。周招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陆科诧异不已，嘴角却扬起了讥笑。还没好呢。陆科，你说是不是你打的他？我爸暴喝一声，吓得陆科一抖。我也抖了一下，内心的恐惧迅速化作了惊愕。我猛然意识到，陆科也是我父母的女儿。我没打他，他招惹了校外的流氓，还是我跟哥哥救了他呢？陆科反驳，过来拉我的手。周招娣，你说是不是我跟我哥救了你？他一如既往地威胁我，捏得我手腕发痛。我缓缓抬头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父母。
心态飞速转变，3年来的恨意即将喷涌而出，又被我压下。我可以直截了当的告状，但然后呢？父母打骂一顿陆柯，事情就结束了吧？陆柯可是受尽宠爱的千金大小姐呀，父母多宠她呀，对她的惩罚最多也就是打一顿吧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结束了。是的，陆柯没有欺负过我，他一直保护我。我说出了违心的话。陆柯咧嘴一笑，这就对了吗？我对你老好了。他得意地看向我爸，爸，你听见了吧？我们走吧，这点小事你至于吗？我爸皱眉看看我，希儿，陆柯真的没有欺负你，你放心，他要是欺负你，我饶不了他。什么希儿啊？他叫周招娣，老土死的名字。陆柯插话，但我爸并不理会，他就看着我，给我鼓励。我妈也看我，神色相当复杂。我笑着摇头，妹妹没有欺负过我哦，她一直对我很好，你们不要多想了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很腹黑。是啊，太腹黑了，我也应当腹黑。我不想就这么轻易的结束了。我是陆柯的姐姐了，是他姐姐了。什么妹妹？你叫我妹妹？陆柯一脸诧异和厌恶，哪怕我在帮他说好话。陆柯，她就是我们家走失的女儿，名叫露西，她比你大，所以是你姐姐。我爸沉着脸说叫。陆柯瞬间呆滞，漂亮的瞳孔睁得大大的。不可能，她是土包子，她是周招娣。陆柯失态大叫。我妈气急败坏，陆柯，你瞎嚷嚷什么？露西就是你姐姐，赶紧叫姐姐。陆柯用力摇头，拉住我爸的手气道，爸，他是骗子，一定是骗子，赶他走。胡闹！我爸气得不轻，不过并没有打陆柯，毕竟是心肝宝贝。陆柯嘴唇发抖，转身就跑了出去。我妈连忙安抚我，希儿，你妹妹脾气大，你不要见怪啊。我此时已经没有恐惧了，我心里全是欢呼雀跃。没事，我理解她，突然多出一个女儿跟她争宠，她难以接受也是正常的，我善解人意。爸妈对视一眼，都松了口气。我躺下歇息，不再多说了。傍晚，陆柯的哥哥陆子敬来了，他一个人来的，表情极度复杂难言，站在我床前一动不动。我没有看他，身体却假装发抖，硬生生挤出了2行眼泪。露西，你真的是露西？陆子敬终于开口，他俯身看我，依旧复杂。我觉得他的脸很可笑，他那么帅气冷酷的人，竟也有这般模样吗？高中3年，我可是经常见到他的，他每次都恶狠狠地收拾我，有时候将我脑袋摁在墙壁上，有时候将我的脚放在他的保时捷车轮下，还有的时候让我站在巷子尽头，他抓着飞镖一枚一枚地扔过来。露西，你说话。陆子敬喉头发苦，声音涩涩的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，他很爱我，从小就爱我。我5岁走失，记不得很多事了，唯独记得我的哥哥。当然，我记不得哥哥的脸了，我只是记得哥哥曾经为了我跟邻居小孩打得头破血流。打雷的时候，哥哥会抱着我一整夜不睡，给我唱摇篮曲。我被狗咬的时候，哥哥扑了上去，自己被撕掉了一块肉。这些事我都记得，只是我不记得哥哥的脸了。原来哥哥的脸是陆子敬那样的。我嚎啕大哭。陆子敬一颤，声嘶力竭地哭诉：妹妹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一直放不下你。陆柯像你，所以我就宠着他，什么都由着他。我不知道，原来你就是我妹妹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陆子敬在哭，我也在哭。我一边哭一边发抖，一半是装的，一半是真情实意。我太恨了，所以装，但我也太委屈了，没办法不哭。我很想厉声质问陆子敬：你不知道我是你妹妹，就能肆意霸凌吗？他是骨子里的坏种。我哭了很久，最终没有质问，只是蜷缩成一团，抱着头嘶哑地叫：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走开，我像个神经病。装的。陆子敬脸颊颤抖，双目通红，我知道他心疼我，他太心疼我了，悔恨在啃噬他的心。他找了那么多年的妹妹，却被他亲手霸凌成了一个神经病。妹妹，不要怕，哥哥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，我是你哥哥。陆子敬的声音都因为过度激烈的情绪导致结巴了。他扑到床边，用温暖的双手抱住我，宽大的胸膛要将我整个人笼罩，以此来表达他对我的爱。但我更加疯狂了，我尖叫着，不断地踢踹，甚至把他的鼻梁踢出了血。他却固执地抱我，安慰我：妹妹，都是哥哥不好，哥哥会永远爱护你。我继续踹。终于，我妈端着点心急匆匆跑进来了，她刚才去帮我买点心了。子敬，你干什么？我妈吓坏了，赶紧拉开陆子敬。陆子敬一鼻子血，满脸都是泪水，他柔弱又悲痛。妈，妹妹她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妈还不太了解其中原委，只顾着来安抚我，让他走，让他走。我指着陆子敬嚎哭。陆子敬手足无措，还是我妈让他赶紧出去，他才擦着鼻血和眼泪跑出去的。我这才安静下来，身心疲惫，沉沉睡去。醒来的时候是后半夜了，我妈在陪护病床上睡着了。我安安静静地吃了几块点心，然后走下床去。我好了，能出院了。透过病房门的玻璃，我看见了陆子敬。
他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，正双手揉着太阳穴，整个人颓废又悲伤。这么晚了，他还没睡，或许他压根没有离开吧，一直在外面等着。我沉默地凝视他，5岁前的记忆正在撕裂，那些曾经烙印在我脑海里的美好回忆，化作了陆子敬3年来对我的一次又一次的欺辱。他变得陌生了，陌生的人不是哥哥。出院那天，爸妈很高兴，特意订了酒宴，让我好好吃一顿。偌大一张桌子，只坐了4个人，爸妈、我还有陆子敬。陆科没有来，科科突然发烧了，这2天都没去学校，他在家里歇着。我妈不太自然地说出了原因。我爸轻叹了口气，没有说什么，我也没问，只是关切一声：“那我们快点吃吧，早点回去看看陆科。”妹妹，你以前最爱吃炸鸡翅了，我还会帮你剔骨头呢。陆子敬插话，他已经抓起了一个鸡翅，熟练地把骨头剔除，将肉放在我碗里。他记得这件事，不过看他这么熟练，恐怕这些年没少帮陆科剔鸡骨头。我将肉夹给了妈妈，说怕上火。陆子敬嘴唇一抿，苦涩地低下了头。这顿饭吃得并不熟络，我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新家庭。吃完后，爸妈带我回他们家去。他们的家，也就是陆科的家，是位于东郊的一栋豪华别墅。在车上，我妈兴冲冲地拉着我的手道：“希儿，我已经安排保姆们把别墅装扮得漂漂亮亮了，你一定喜欢。”然而到了别墅一看，里面鸡飞狗跳，混乱不堪。院子里的盆景被推倒了，洒满鲜花的红地毯上都是泥水，别墅里的气球都被戳破了。我爸震怒：“你们怎么搞的？”老爷，小姐她一个女管家过来解释，小姐刚才很生气，我们陆科。是的，陆科小姐，陆科毁了我的欢迎仪式。我首次回家，面对的却是一个垃圾场一样的别墅。我爸气得不轻，脸都黑了。我妈眉头紧皱，怒气在酝酿。他们可是精明的大商人，肯定明白我跟陆科之间的矛盾。我上次没有揭发陆科，他们也是知道的。我并非没有被陆科欺辱，我只是没有揭发他。父母也没有深究，他们不想面对2个女儿的矛盾，但现在不得不面对了，因为陆科很过分。爸妈，要不我回学校去吧？我开口，转过身，不想进垃圾场。希儿，你回什么学校？先回家。我妈紧紧拉住我。我爸想安慰我，不料陆科跑了出来，他大吵大闹：“你们终于回来了！我发着高烧，你们跑去庆祝，我不是你们女儿是不是？”陆科双眼通红，满脸骄横，他真是被宠坏了。科科，你怎么这样？我妈气急，厉声呵斥。陆科咬牙切齿地指我，我比不上他是不是？这是我住的别墅，凭什么要欢迎他？陆科，你真是一点都不懂事。我爸脸色铁青，可陆科不怕，他是掌上明珠，压根不怕。我默默地观望着，我看着愤怒的爸妈，他们虽然一直在说教陆科，可一根手指头都没有动。我明白，陆科是他们的心肝宝贝，养了10几年的心肝宝贝，无论他做什么，父母都会原谅他。包括他霸凌我。陆科，我马上走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颤声开口。我以退为进，但实际上也本能地害怕陆科。他发火的样子早已成了我的心理阴影。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，看着他怒气冲冲的眼睛，我手脚都在发凉。我以为自己不会怕他了，可早已形成的心理阴影又一次跳出来折磨我，所以我转身离开。你装什么绿茶？你以为这样我爸妈就会讨厌我了？你个恶心的乡巴佬！陆科冲过来骂我。他太生气了，甚至给了我一脚。这一脚让我全身一抖，我真不是装的了，而是3年来的阴影被唤醒了。他踢了我多少次啊？在厕所，在教室，在球场，一次又一次的踢我，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摔倒。我的嘴唇、鼻子、额头、牙齿摔坏了多少次呢？一瞬间，仿佛3年来的痛苦积压在一起爆发了。我头痛欲裂，腿脚抽搐着倒在地上，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求饶声，只能求饶，否则会被他打死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希儿，爸妈大惊失色，赶紧将我抱了起来。我有点神志不清了，那种痛苦是无法装出来的，是在一次次难以想象的伤害后形成的，我无法抑制。你装什么？你个畜生东西！陆科却认定我是装的，继续大骂。闭嘴！一直沉默的陆子敬猛然爆发，他一巴掌抽在了陆科脸上，陆科竟被抽翻了，嘴角血流不止，右脸高高肿起，眼中流出了难以置信的泪水。哥，陆科被打懵了。他一边流血一边流泪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陆子敬竟然打他。我爸妈也愣住了，两人都立刻要去扶陆科，但又看到我在抽搐，所以一边抱我一边拉陆科，场面很滑稽。我缓过劲儿来了，虽然依旧全身发凉，可陆科的惨状让我惊恐的内心得到了一丝慰藉。他的哥哥陆子敬曾经也这样抽过我的脸，现在抽他的脸了，多美好！子敬，你下那么重的手干什么？你妹还在发高烧啊！我妈眼睛红彤彤的。
他为我流过泪，但不意味着不会为陆柯流泪了。我爸没有说话，但看着陆柯的眼神中满是心疼，刚才的怒气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了。陆希也是我妹妹，她回家是大喜事，陆柯闹什么闹？陆子敬深吸一口气，她不看陆柯，反而看向手足无措的保姆，找私人医生给陆柯看看，还有赶紧收拾别墅。大少爷发话，保姆们都动了起来。陆柯则醒过神来一样嚎啕大哭，哭的声音都哑了。哥，你鬼迷心窍了！该死的周招娣，你个狗东西！陆柯被送去治疗了。或许是爸妈有意让他避开我，特意派司机带他去了医院。别墅里重新收拾一下，虽然没有那种绚丽的氛围了，但依旧奢华。爸妈整理好了情绪，带我进屋。希儿，咱家大，房间多，你随便选啊，喜欢哪间就住哪间。我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，笑容很美，但我能看出她眉宇间的纠结和忧愁。两个女儿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。妹妹住我隔壁吧，她晚上总是踢被子，我可要照顾好她。陆子敬还记得我小时候踢被子的事，他热切地看着我，盼着我回之以热切。我轻轻点头，谢谢。陆子敬尴尬一笑，领着我去3楼。他的卧室两边各有次卧，其中一间次卧开着门，里面粉粉的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的一只大熊。依稀记得我5岁那年过生日，陆子敬特意去给我买了一个熊玩偶，白色的。那床上的大熊也是白色的。久远的记忆支离破碎，那只熊也早已支离破碎了，只是这会儿想起了一些碎片。这是陆柯的房间，我妈见我一直盯着次卧床上的熊看，语气不自然地开口。她似乎怕我看上了陆柯的房间，从而引发更激烈的冲突。我立刻移开了目光，我住那边那间吧，我不会刻意制造矛盾，我也不想要陆柯的熊。爸妈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笑容，唯有陆子敬不笑，他也盯着床上的大白熊。我入住别墅第1晚，睡得很不安稳，夜里总是惊醒，偶尔还会看见陆子敬轻手轻脚进来帮我盖被子。我装睡的时候，他就俯身摸我的头发，声音苦涩的呢喃：“妹妹，睡吧睡吧，多温情啊！”睡到天亮，我昏沉沉坐起来，忽地看见床角摆着一只大白熊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不是陆柯的大白熊吗？喜欢吗？我一早就拿过来给你了。陆子敬站在门口朝我笑，满脸宠溺。这是陆柯的，我不要。我摇了摇头，没事啊。昨天太晚了，买不了新的，我待会去给你买新的。你先看看陆柯的，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熊。陆子敬什么都记得，毕竟他比我年长了6岁。我不作声。陆子敬又叫来保姆伺候我洗漱更衣，他自己跑出去买熊玩偶了。我穿好衣服，看着床角那端端正正的大白熊，一巴掌扇翻了。吃早餐的时候，爸妈脱下围裙过来跟我一起做，他们早起来，亲自下厨做早餐给我吃。我心里有了一丝开心，眉眼都舒展开了。我妈便笑道：“希儿今天气色好很多了，以后要天天开心啊！你妹妹的事不要往心里去，待会我跟你爸去骂骂她。”我眉眼收敛了，埋头吃点心，喉头里嗯了一声。我爸摸摸我头发，希儿还是懂事的，不像陆柯，娇蛮得很。以后让陆柯向你学习，哈哈！父母在营造一种家庭的温馨，他们想解决2个女儿的矛盾，从我下手无疑是最好的，因为我是受害者，我也是听话的那一个。妹妹还小，以后就懂事了。我抬头一笑，父母开心了。本打算吃了早餐去看陆柯的，结果别墅里来了重要的客人，应该是生意上的客人，父母十分重视，立刻迎接去了会议室，还叮嘱保姆不准让人进去。别墅里就安静了。我上了3楼，盯着翻倒在床角的大白熊，很可爱，也很可恶。陆柯小姐回来了，看了良久的熊，一个保姆忽地跑到我门边提醒我。我一转身就看见了陆柯的身影，他的脸颊还是红肿的，精神萎靡，眼中恨意滔天。大妈呢？哥哥呢？我等了1晚上，他们竟然不来看我。陆柯的声音发哑，愤怒又失望。我低下头看地板。周招娣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说话！我爸妈和哥哥呢？陆柯冲了进来，一把揪住我头发，保姆都吓坏了，不敢拦。我痛得眼泪直流。陆柯顺势抽我2巴掌，厉吼道：“滚出我的家，滚啊！他多么可怕呀！如果是昨天，我应该又会被唤醒心理阴影，吓得浑身抽搐了。可今天不同了。或者说，我已经在心里演习好了。”我抓起大白熊砸向他，他终于注意到了大白熊，一把抱住，尖锐的大吼：“你抱了我的熊！是哥哥给我的，爸妈在会议室开会，你不要打我了！”我蹲着哭诉。陆柯气得全身哆嗦，抱着熊就冲向1楼会议室。我站了起来，一次又一次的深呼吸，渐渐平静了。楼下传来踹门的声音，陆柯在咆哮：“给我开门！开门！你们还爱不爱我？不来看我，还把我的熊给那个贱人，真可怕！”我嘴角弯了一下，太可怕了。会议室的门还是开了。我在3楼看下去，能看见几个西装革履的生意人一脸不悦地离开。
爸妈跟在后面送，一向霸道的父亲竟然尴尬地惨笑。他很有钱，根本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现在却讨好了，那是理亏的讨好。陆总，你们女儿也太不像话，跟个疯婆子一样。那几个生意人看了一眼又哭又叫的陆科，甩手离开了。爸妈只能一路送到门口，而陆科抱着大白熊追到了门口，声嘶力竭地发疯：爸妈，为什么不去医院看我？你们知道我昨晚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还有，为什么把我的熊送给周招娣？你们不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熊吗？陆科咆哮着，所有保姆都远远观望。爸妈送走了生意人后，脸色铁青地盯着陆科。陆科一把将熊丢在地上，那个乡巴佬抱过的熊，我不要了。陆科，我爸一声怒吼，惊得保姆们都缩头。陆科昂起头，眼泪簌簌直掉。爸，你吼我，你吼我！我爸嘴唇都在颤抖了，他着实气坏了。我妈脸色发青，拉住了陆科的手，科，不要闹了。我就要闹，我告诉你们，周招娣不滚，我就滚，我跟你们断绝关系。陆科用亲情来威胁。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女儿的？我爸被彻底激怒了，他的大手拍了下去，拍在陆科的手臂上。陆科痛叫一声，崩溃大叫：你打我！我不该打你吗？我爸气出了汗。陆子敬正好回来了，他见状吃了一惊，出于习惯地挡在了陆科面前。陆科有了主心骨，一把抱住了陆子敬。不过陆子敬马上问：陆西呢？你们在吵什么？希儿还在楼上吧？可别吓到了。我妈也反应了过来。我退回房间，蹲在角落，一言不发地缩着。爸妈和陆子敬很快上来了，见我蹲着，全都吃了一惊。希儿，你怎么了？我妈过来抱我。没事，我摇头，尽量平静，然后看见陆科也来了。我忙往我妈怀里缩了一下。周招娣，你他妈的又装可怜！你给我站起来！陆科冲了过来，他将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往我身上发泄。陆科，你疯了不成？我爸气炸了，一把将陆科推开。陆子敬也维护我，心疼地开口：你们大吵大闹吓坏妹妹了，我昨天就说了要给妹妹请心理医生，你们不信，陆子敬要给我请心理医生啊！希儿不要怕呀，妈妈带你去看医生。我妈抱紧我，泪水落在了我的脸上。看什么心理医生？他死了最好。陆科擦着鼻子辱骂我：滚出去！我爸怒吼，再也不是那个冷静的总裁了。陆科被关了禁闭，而且关到了另一栋别墅去。爸妈让他远离我。他被保姆拉走的时候还在辱骂我，而我缩着一动不动。家里的混乱结束后，爸妈和陆子敬一道带我去见了私人医生，一位很出名的心理医生。检查结果不容乐观，我的心理疾病很严重，自闭、抑郁、惊恐障碍、应激障碍全都有了。陆子敬当场失声痛哭，用拳头砸墙壁，砸出了血。爸妈脸色灰白，想不到我的心理疾病这么严重。我不用装了，因为我确实病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怔怔地看着天花板，没有什么表情。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，大概是因为我不懂那些病吧。那些病陪伴了我3年，在每一次遭到陆科霸凌的时候，在每一次见到陆子敬不可一世的脸的时候，还有在每一个疼痛的白昼，在每一个失眠的夜晚，在每一个噩梦里，一瞬间流下泪来。我用手挡住脸，不想让外人看见我的眼泪。可父母看见了，陆子敬也看见了。希儿，妈妈抱住我，泪如雨下。爸爸不说话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陆子敬哭嚎了一声，竟用指甲死死地抠自己的手腕，抠出了一道道血痕。我被严密地保护了起来。整个别墅3楼成了我的私人领地，除了爸妈和陆子敬，只有值班的保姆能上来。对了，还有1周3次的私人医生。爸妈势必要治好我，他们跑去了北京，跑去了上海，亲自找顶级的医生帮我看病，不惜用最昂贵的药治疗我。他们给我买了3台豪车，让我可以随时出去兜风散心。他们还请了当红歌手在我面前为我演唱，就因为我说我喜欢那首歌。陆子敬也推掉了一切工作，他日夜陪在我身边。我的房间里已经堆了10几只大白熊了，全都是陆子敬精心挑选的。他每日出去找吃的，他知道我从小就爱吃零食，但一般的零食不健康，所以陆子敬从早上找到晚上，就为了找到健康又好吃的零食。他像是魔怔了，我没有拒绝，我静静地享受着一切，直到陆科回来了。他这次很冷静，回来了并没有大吵大闹。父母略显迟疑地把他领进门，陆子敬在一旁低声叮嘱什么，估计是让陆科听话。我在楼上看着，心里很平静。片刻后，我妈上来了，亲切地拉住我的手：希儿，过去3个月了，你妹妹知道错了，她回来给你道歉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3个月了呀。她还会打我吗？我有点天真地问了一句话。我妈连忙摇头说绝对不会。这3个月来，我们经常去跟陆科做思想工作，她也渐渐明白事理了。我妈拍拍我的手背，她眉眼中有一股喜色。我知道她的心思，2个女儿的矛盾要是解决了，就皆大欢喜了。
我真佩服陆柯，他骄横野蛮了10几年，依旧深得父母宠爱，哪怕做成了那样，父母依旧不放弃他。我有点痛恨他得到的爱，正是因为仗着那份爱，他才成了一个霸凌者，一个肆无忌惮、为所欲为的霸凌者。父母和陆子敬就是那份爱的源头，就是霸凌者的靠山。我下楼去见陆柯，对视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陆柯眼中的不屑和讥讽，还有他嘴角翘起的冷笑。当然，他开口很温和：“露西，对不起，以前我错了。”这样才乖嘛，都是妈妈的好女儿。我妈迫不及待的夸奖，试图让气氛融洽起来。我爸也点了点头，顺势道：“陆柯，爸妈把你宠坏了，你以后要改，知道吗？不然姐姐不会原谅你的。”陆柯，我跟你一起改，我也错了。陆子敬略显严肃，但他也是希望陆柯能回来的。他想宠爱2个妹妹。我在心里笑，多好笑啊！我什么都还没说，他们已经帮我把话说完了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只能原谅陆柯呀，我也只能对家人感恩戴德呀。陆柯是我妹妹，以后我们姐妹要好好相处。我伸出了手，以一种平等的态度。陆柯嘴角扯了一下，也伸出了手，谢谢姐姐。太好了，正好今天是陆柯的生日，我马上安排保姆准备生日宴，大家都要和和美美。我妈欢喜地拍手。我爸和陆子敬也笑了起来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今天是陆柯的生日，家里人想给他过一个生日，所以把他带回来给我道歉了。真好。陆柯的生日宴开始了，别墅里喜气洋洋。我吃了点东西，回了卧室。陆柯跟了过来，我知道他会过来，他要跟我炫耀。哟，我的好姐姐，干嘛原谅我呀？你不恨我吗？陆柯手里端着一盒饭后甜点，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也看着卧室里的大白熊。不等我说话，他又嘲笑大白熊，真是搞笑，你还是小孩吗？搞这么多熊，跟智障一样。陆子敬帮我选的。我知道啊，他很爱你，我爸妈也爱你，但那又怎样？他们还是更爱我。陆柯得意洋洋，我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哦，我被关禁闭，爸妈还每天给我打视频呢。他们说啊，我始终都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也不想惩罚我，但为了照顾你的情绪，必须惩罚我。哈哈，笑死，你还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是亲女儿又怎样？一个乡巴佬罢了，爸妈10几年没见过你，对你的感情再厚也厚不过我。陆柯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一直都明白的。这并不是我的家，我没有那么大度，无法跟一个霸凌者分享我的家人。父母要么爱他，要么爱我，不能2个都爱。看着得意的陆柯，我低头笑了笑。你笑什么？陆柯冷了脸。没什么，就是想笑而已。往后10年、20年、50年，我都可以笑了。我成了你姐姐，爸妈和哥哥爱你也爱我，我并不介意跟你分享这份爱。你应该也不介意吧？我笑得很开朗，就这么直直地盯着陆柯。他勃然大怒，一巴掌拍在门上。我介意？你给我闭嘴！介意也没用了，我不会走了。我是这个家的女儿，亲生的。我咧开了嘴。陆柯被我戳中了痛处，他的痛处就是他是收养的。你嚣张什么？你真以为我认错了？你给我等着，我弄死你！陆柯很想当场抽我，不过还是忍住了。他发着狠走了。我知道陆柯向来说一不二，他真的会弄死我的。不过以他的风格和智商，所谓的弄死我绝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手段，他玩不来手段，所以他顶多找人打我，就跟以前霸凌我一样，逼我自己滚。我没猜错，当新的1月到来，我正式回学校后，陆柯就动手了。几个插班生的男生把我拉进了男厕所，拳打脚踢，还将我的脑袋摁进了便池。我吐了很久，然后陆柯带着老师来救我了。姐，你没事吧？陆柯心疼地抱住我，赶紧给爸妈打电话。爸妈来后气坏了，亲自去逮那几个男生，逼领导勒令他们退学。我一身臭烘烘地站着，陆柯还在问我有没有事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就这。陆柯一怔，随后阴冷道：“等着呗，你死定了。”话落，爸妈过来了，先是看了一眼陆柯，随后查看我的情况。我没事，我轻轻摇头。陆柯在一旁开口：“爸妈，姐姐在学校一直不合群，可能得罪了太多人了，以后我会照顾好她的。”爸妈对视，皱眉沉思。上学第5天，我被人踹下了楼梯台阶，摔得头破血流。躺进医院后，我平静地看着天花板，感觉身上的痛不是自己的一样。爸妈、陆子敬、陆柯全都赶来了。陆子敬发狂地咆哮：“谁干的？我弄死他！”爸妈也怒气冲天，一方面联系学校，一方面安抚我：“希儿，你别怕，爸妈一定帮你讨个公道。”我不语，就是看着陆柯。大家都看向陆柯。陆柯擦眼角，看我干什么？我已经尽力照顾姐姐了，但她得罪的人太多了呀，父母名嘴，欲言又止。陆子敬则质问：“陆柯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还不知道错？”哥，你说什么？陆柯的眼泪说来就来，同时转身跑出去。对，是我干的，我死了最好，反正你们只爱姐姐了。病房里一阵压抑，我妈还是追了出去。老陆、子敬，你们照顾好希儿，我去看看陆柯，他容易走极端，容易走极端。
出院后，我第一时间回学校，不过下午提前离校，因为我看见有几个男生老是在走廊上晃荡，时不时看看我，又有人来逮我了。陆科真的想整死我，所以我提前离校。离开班级前，我看了一眼陆科，他正在偷看我，跟我一对视，便扯嘴笑了笑，还比划了一个中指。我径直离开，一步步往校外走去。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我顺利离开了学校。而教学楼的6楼阳台上，陆科在目送我。我特意没有等司机，我独自一人往校外的巷子走去。走到最熟悉的那条巷子，我停了下来。我站在巷口，盯着尽头的墙壁。墙壁上是一个又一个的坑点，那是陆子敬的飞镖撞出来的。我皮肤莫名有点发寒，我清楚地记得我贴墙举着手的惊恐滑稽样。而陆科哈哈笑，陆子敬则抓着飞镖丢我。站好了，别乱动，不然插你脸上可别怪我呀。陆子敬飞扬跋扈，笑得阴厉。插他脸上又怎样？土包子的脸毁了也没事。陆科咯咯笑，哥，丢准点啊。好累，不知何时眼泪又下来了。我这才发觉自己怕得厉害，我甚至想立刻逃离这条巷子，但我扶着墙没有逃。我取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陆科，我在这里，你不是要弄死我吗？有种来啊，我跟你拼了，我宣战了。陆科马上回复，你个贱东西还敢挑衅我，你别跑，老子叫人弄死你。我不跑，等你来。哈哈，我可不去，你以为我傻吗？我现在可不能亲自动手了，你等着被不认识的流氓扒光衣服吧，哈哈，陆科不会露面的。我也知道。我坐了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给陆子敬发去了信息。我在那条巷子里，很多飞镖的巷子，我这么跟陆子敬说，妹妹，你等我，我该死。陆子敬显然方寸大乱，他可能以为我想寻死。我并不是寻死，我将手机关机了，就这么静静地坐着。很快，杂乱的脚步声响起，一群流氓出现了。他们全是生面孔，有的拿着钢管，有的拿着水果刀，就这么凶神恶煞地冲了过来。找到了，老大说了，把他腿打断，再刮花他的脸，混混们锁定了我。我开始发抖，虽然我已经料到了陆科的穷凶极恶，但他未免也太恶毒了。只是心里马上又归于平静，我觉得是心理疾病起作用了。我这3年来无数次想死，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，很多东西也就不怕了。混混们一拥而上，狭窄的巷子全是流里流气的男人，我被彻底堵住了。冲在前面的流氓扬着水果刀，先别动手啊，扒了他衣服瞅瞅先，一阵哄笑。我闭上眼睛蜷缩了起来，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在剥离，我的脑子里只剩下陆科的笑和陆子敬的飞镖。你说人为什么这么苦呢？就算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依然这么苦啊，苦于无法解脱的过往，苦于得不尽全的亲情，苦于无法面对的未来。身上开始冷了，他们撕开了我的衣服。随即巷子外响起了暴喝声，我操你大爷，给老子滚开，陆子敬来了。只是我依旧觉得一切都支离破碎，脑海里只有陆科的笑和陆子敬的飞镖。妹妹，陆子敬撕心裂肺地大喊，而所有流氓都冲了上去。现场一片混乱，我觉得太吵了，一切都太吵了。我用力捂住耳朵，放声大哭，直到几个行人叫醒了我。姑娘，姑娘别怕，睁开眼，远远近近都是行人，而远处的地面上一片血红。快来人，他的肠子都露出来了，那是陆子敬。我在医院里躺了很久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浑浊。我的身体没有病，但心里有病。直到第5日，我才彻底清醒过来。爸妈不在，一个护工在帮我量血压。你吓坏了吧？真是可怕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有那些黑社会。护工拍了拍我的后背，我喉咙发干，想问点什么，可又什么都问不出来。最后还是护工说了我想知道的，那个救你的男人至今还在昏迷，我听同事说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，脑袋受创太严重了，肚子还被刨开了，护工自己都汗毛倒竖。我愣愣坐着，我的哥哥陆子敬永远醒不过来了呀。巷子里嘈杂的叫骂声又在耳边炸响了，我听见了流氓们的臭骂，听见了陆子敬的嘶吼，你们找死，那是我妹妹，她很霸气，可下一秒就被打倒在地，被捅穿了肚子，被踢坏了脑子。我张着嘴无声的笑，然后无声的流泪。你说人生怎么这么苦啊？翌日警察来了，他们找我做笔录，详细问了各种细节，并且提到了陆科。这种案件已经不是普通的校园霸凌了，是刑事案件，是买凶杀人。陆科被查了出来，流氓是他找的，那些流氓已经全招了。陆科想打断我的腿，毁了我的脸，结果被陆子敬搅糊活了。陆科被刑事拘留，坐牢是一定的，因为他前不久才过了18岁生日，他是成年人了，他没法读书了，如果不是家里有钱，他的人生相当于毁了。而陆子敬还躺在重症病房昏迷不醒，足足半个月后，爸妈才来看我，他们精神不振，仿佛苍老了10几岁一样，一进来就掉泪。我躺在床上看他们，久久不语。我妈抱头痛哭，也说不出话来。
最后我爸嘶哑质问我，是你让子静去找你的对不对？对，我点头。我爸嘴唇哆嗦，为什么？子静成植物人了，你开心了？我开心，我很开心，但我也不开心。我张张嘴，然后闭上眼，一字一顿道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责怪我？难道不是陆科的错吗？他要弄死我，我找哥哥来见证一下呀。陆科霸凌了我3年，你们选择了原谅他，还让我也原谅他。他虚情假意的认错，然后又开始霸凌我，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们看得出的，只是你们又一次选择了原谅他。我睁开了眼，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头。我爸脸颊在抽动，他抽着鼻子，手掌死死捏着。他想打断我的腿啊，他想划烂我的脸啊，为什么最后还是我的错呢？我撑着床坐起来，死死盯着我爸，你说为什么是我的错？我爸激烈喘气，一拳打在了门上，然后就这么走了。我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扑过来抱住我，希儿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1个月后，我出院了。其实早就好了，只是每天浑浑噩噩，只想躺着，所以一直没有出院。我妈在门口等我，她强颜欢笑，捧着一束花。我走过去，她挽住我的手，乖女，回家吧。我想看看陆子静，我声音很轻。我妈一颤，默默地带我去看陆子静。她躺在床上，很安静，像是睡着了。但我知道，她成植物人了，永远醒不过来的植物人。我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嘴唇，看着他的手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哥哥，喜欢挂在他身上，喜欢亲他的脸，喜欢把拳头伸进他的嘴巴里。他就打我屁股，做事咬我，嘴里发出狗叫来吓我。哈哈，好好笑。我低下头，泪水砸在了地板上。离开医院后，我妈把我带到了一栋新的别墅。我没有进去，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。太豪华，太漂亮了，如同陆科18岁前的人生。这不适合我。陆夫人，给我一笔钱吧。我高考会考去北京，以后都不回来了。我转头看向陆夫人，她愣住了，慌乱道：希儿，你说什么？爸妈不怪你，你才是最可怜的，妈妈是爱你的。她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她比我还爱哭呢。给我一笔钱吧。我固执地看着她，就当是养育费了，我要养育费，然后断绝关系。希儿，爸妈知道错了，你爸说了，等陆科出狱后就跟他断绝关系，把他赶走。妈妈只有你了，你不要走。陆夫人悲痛欲绝。我沉默地摇头，她便蹲了下来，哭了很久很久。最后她给了我一笔钱，1200万。我拿着钱开始了新生活。高考后，我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北京一家985大学，就此在北京扎根。毕业后我又读了研究生，然后进入一家国企工作，日子就这么安定了下来。闲暇的时候，我喜欢去3环的一家西点屋坐坐，这里有咖啡和点心，咖啡略苦，点心很甜。喝着咖啡，吃着点心，我会看着窗外的街道，看着那些来往的人。他们有的是公司的精英，有的是忙碌的销售，有的是学生，还有的是一家人。散步的父母牵着孩子的手，有说有笑地走过。怀孕的母亲挺着大肚子跟旁边的丈夫打趣。调皮的哥哥背着妹妹一路狂奔，摔倒在花坛里，气得妹妹哇哇大哭。真好，我笑出声，眼角忽地瞥见角落的位置上坐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女郎。她也在看窗外，看那些夫妻，看那些兄妹，然后低着头流泪。我愣了，是陆科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出狱了。他早已没了往日的光彩亮丽，身上昂贵的服装和手表也不见了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蓝领了。爸妈果然把他赶走了。我久久地看着他，他哭得很压抑。服务员过去安抚，赠送了一杯咖啡。他忙起身道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谢，客人慢慢享用，有什么需要尽快叫我。服务员有点心疼，估计以为陆科是压力太大了。陆科再次道谢，坐下后用纸巾擦眼泪，接着又怔怔出神地看着外面那对摔倒在花坛的兄妹。妹妹已经不哭了，哥哥蹲在地上帮妹妹吹膝盖上的伤口，还做鬼脸给妹妹看。妹妹被逗笑了，打了哥哥一下。哥哥又调皮起来，嘚嘚瑟瑟地拍自己的背。上来，妹妹跳上去，哥哥背着她一路小跑，跑远了。陆科伸长了脖子看，脸上都是笑。我起身离去，沿着哥哥背着妹妹跑的路，一路走了下去。